朋友们，到底什么是开悟？开悟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说到修行呢，开悟就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。关于开悟，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了，但是可能还有人到现在也没清晰地明白开悟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今天呢，我就用最浅显的、最不深奥的、最糙的大白话呢，给大家讲一遍关于开悟的解释，大家随缘取之。首先还是那句话，但凡把开悟当成一种境界的，觉得开悟以后就怎么样了，这都是痴人说梦。因为所谓的开悟或者说顿悟，根本就不是说达到了什么境界，进入了什么更高的层次或者更高的维度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就不存在更高的境界和维度了。我们知道的那些圣人们呢，他们肯定都是达到了更高级的境界和层次的，这个不用怀疑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些境界和状态呢，都是在你开悟以后，又经历了漫长的未知的过程，伴随着外界的环境条件，还有各种因果不断的源源聚合和变化，同时还取决于你这个所谓的开悟有没有退转，以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你的精进、你的付出，还有你的坚持。只有在经过了以上这场长途跋涉，你才有可能实现或者说到达更高的人生境界，更高级的生命状态，获得了更高级的智慧。而开悟它本身呢，只不过是你在意识到了你的方向不对以后，开始决定要调转车头，把车头调转到正确的方向上的那么一个瞬间，或者说发的那个愿，仅此而已。比如说你要开车去海边，那开悟就相当于是你仅仅刚刚准备发愿要上路，朝着海边的方向进发。至于说后边你能不能顺利的到达，还是大概率上你在路上放弃了，又不想去了，那都是未可知。又或者说所谓的开悟，就是在你迷路了后，迷失了半辈子以后，刚刚在冥冥之中大概知道了你应该去哪儿，就像是偶然之间，你突然发现了一个指南针，于是你终于知道了自己大概要去的方向，知道了你的前半生是完全浪费了，搞错方向了。用夫子的话说，就是你终于闻到了。好，刚才我只是给大家打个比方，要是再具象化一点，再严谨一点，开悟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看悟这个字是怎么写的。左边一个心，右边一个无。无的本意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的意思。我在右边，我的左边是一个心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很明显说明右边的那个无，也就是我，是没有心的我，没有合为一体，是没有归于本心的。请问一个没有心的我是什么？那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肉身吗？一个被情绪、欲望和念头所控制的傀儡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。什么样子呢？心在左，身在右，都是身心不合一的。用佛家的话说，我们都是佛性被尘蔽的芸芸众生。用阳明先生的话说，我们都是本心和良知被遮蔽了，被污染了，从而暗淡无光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像这个悟字的样子一样，你和你的本心是分开的状态。而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是说你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，我的心呢？怎么没在我身上？我原来这么久以来都不是在凭着良心、本心做事。当你逐渐的有了这个意识，恭喜你，这就是你开悟或者说要觉醒的前奏。但是注意了，千万不能把开悟理解为一开悟以后你和你的心马上就合体了，就一劳永逸了。所谓开悟，只是当你意识到了你现在人心分离的这个状态，这个无名的浑浑噩噩的状态，
然后你毅然决然地下了决心，要从当下此刻开始，义无反顾地锁定你的本心和良知的坐标，决心去寻找它，去光复它。这个开始，这个开端，它就是开悟，而它仅仅是你一生漫长的修行之路的开始而已。你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去寻找本心的过程，或者说旅程，这就是你的一生真正要走的路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悟字上面。如果说开悟就是右边的这个我感知到了左边的本心，或者说良知的召唤，然后呢，他看见了自己未来的归宿，决定要让本心和良知做自己的主宰，再也不要做被情绪、欲望和念头所控制的奴隶。那么既然那个肉身所承载的是你的思想和言行，因为思想靠大脑，言行是靠你的嘴和手脚，这些都是你肉身的器官，没错吧？还有，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本心就是良知，就是自信。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了，你肉身向你本心靠拢的这个漫长的过程，它不就是你的形向你的心无限靠拢的过程吗？这个过程它不就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吗？说到现在呢，其实已经把开悟给大家讲得差不多了，希望大家再也不要把开悟本身当成一个虚幻的终点，然后再去以这个海市蜃楼作为目标，盲目的去修行了。这里边的顺序你一定得先搞清楚，否则就很容易被人带跑偏。其实这是你自己完全就能搞定的事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向内求的过程。而儒家厉害的点呢，也在这，真正领悟了儒家真谛的人呢，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会无比的自信和自强，他能感受到并且无比的确信自己的本自具足，而剩下的他只需要去验证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儒家就是一个教人自信自强的学说，教人靠自己的学说，教人向内求的学说。所以说儒家是至刚的学说。其实所谓的开悟，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修行的许可证。那些真正开悟以后去潜心修行的人，也就是那些永不退转的去治良知的人，他们从来不会经常把开悟挂在嘴上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。但是恰恰相反，那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开悟的人，却总喜欢把开悟挂在嘴边。很多这样的所谓修行者，他们连自己修的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越修执念越深，越修能量越少。因为修行这个朝着本心进发的过程呢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，而他们这些人在本质上都还是在做加法，想通过修行得到点什么。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平常挂在嘴边的舍得二字的真正的含义。舍的是什么呢？舍的不是钱财，不是人际关系，不是环境这些身外之物，舍掉的是执念。只有把执念都舍弃掉了，才能得到智慧。就像是你朝着本心进发的这一路上，就是你不断地去掉你的各种执念的过程，洗除掉你所染着的各种相的过程，是你离一切相的过程。当你的减法做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你离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近，你的良知也就会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强大，你的境界、能量、自信、层次、智慧自然就会越来越高。这一切都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，用佛家的话说，就是一个放下的过程。用儒家的话说，就是为善去恶、格物致知的过程；用道家的话说，就是无为而为、顺其自然的过程。你看，儒释道三家无一例外都是让你做减法。最后，大家也不用有压力，不要急着给自己下定义、贴标签，觉得自己现在开悟是不是晚了？我们来看看那些圣人们都是什么时候开悟的，然后再对照一下自己，
看看你现在开悟到底晚不晚，同时也算是在具体的案例上来验证一下我们说的对不对。首先，老子他可能就是孔子嘴里所说的极个别的生而知之的人。注意，孔子的一生当中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圣人，而在孔子的眼里，他明确认为是圣人的人至少有3个，那就是周公、管仲还有老子。所以老子我们真的不得而知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悟的，可能人家真的是天生就开悟了，那也说不准。再来我们看看孔子，我可以十分确定地告诉大家，孔子是15岁的时候开悟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子曰：吾10有5而志于学。你看，按照我们对开悟的定义，是不是就对得上号了？我刚才怎么说的？悟后起修，孔子就是典型的15岁开悟闻道，然后开始了他这一辈子的修行和致良知。孔子算是开悟很早的人了。《论语》里有句话这么说的：生而知之者上也。这可能就是说老子的。接下来学而知之者次也，这就是说他自己的。但是孔子无疑最后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。然后咱们来看王阳明先生。王阳明很有意思，从小他就注定不会是一般人。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要开悟、要觉醒的这种反抗的欲望，就是他很早就意识到有问题，不太对，我可能不是我这个身体的主宰。于是他分别开始在程朱理学的儒家，还有在道家、在佛家这3家之中来回的钻来钻去。其实他每一家都走到了很深入的地方，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家的开悟法门。王阳明觉得这3条通往山顶的路都不是他要走的路。像他这种肩负着使命的巨人，注定会选择自己去开辟一条通往山顶的路。后来就有了我们知道的龙场悟道。那一年王阳明36岁，而在龙场驿站，王阳明所开悟的路径，也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那个调转车头向内去回归本心，去光复良知的这条路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阳明先生真正的开悟是在36岁。咱们现在再来看一个禅宗祖师慧能。六祖慧能真正的顿悟，其实是在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之后。五祖弘忍敲了他天灵盖3下，于是他领会了。当晚3更去到了五祖的禅房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。当他听到了那一句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以后，当下顿悟，然后回禀五祖说：“一切万法皆不离自性。”也就是从这个时候，慧能才算是真正的开悟了。我们可以从他的这句话知道，今后他的一生一定都会走在这条明心见性的路上。当时慧能34岁，你看，除了老子、孔子，其他几个也都是30-40岁才开悟的。晚吗？当然不晚。他们也都是在开悟后才开始了他们漫长的修行精进之路，不是吗？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多少岁呢？其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远远要比他们要幸运得多的。第一，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，他们都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智慧。第二，我们生在了一个美好的时代，科技无比发达，比古人们更容易接触到那些智慧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虽然开悟只是你漫长的修行之路的开始，并且你也不知道你最终到底能走到哪里，到达哪里，但是那些圣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王阳明到了晚年，他还会在一些事情上去正念呢，也就是说，他依然需要在起心动念的那个瞬间去为善去恶，依然需要去格物致知。你看，圣人们也都如此，不是开悟以后就立地成仙了，
只是圣人们都具有在当下正念归行的那个功夫，任何念头的产生都不会影响他们最后的知行合一，仅此而已。我们要时刻地提醒自己，我们就和这个物字一样，心在左，人在右。当你开悟的那一刻，就是你立志要去找心的那一刻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你不知道你，所以你是你；你知道你了，你就不是你了。这说的其实就是开悟的瞬间。当你开悟了以后，你就不再是你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